就只有他没给我圣杯，我就很生气。我说土地公你不够意思哦，人家财神爷妈祖婆都给我圣杯，说傍晚我们富贵会回来，为什么你跟我说他不会回来？大家都帮忙，就你不帮忙，我就这样跟他吵架。信仰注重在人间，金钱可以去绘画，天官五财神我老板。生命富足，身心光明，我是圆圆满满的圆心师姐。天官五财神就是我的老板，在这里我将替财神爷把话传达给各位观众，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再来啊，也要跟各位分享土地公哦，土地公真的好棒好厉害。怎么说？我跟你说哈，我曾经养过一只猫，那一只猫呢，它的名字叫富贵。那富贵呢，因为是公猫嘛，有时候爱出去玩，我跟我先生就放它出去外面玩，但是叫就会回来哦。可是有一天呢，我半夜刚好在台北工作，回到家里，然后呢，当我把家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家富贵就给我冲出去，怎么叫都叫不回来。后来呢，一整晚没回来，一天又没回来，2天又没回来。到第3天，我跟我先生开始一直哭了，怎么都没有回来，因为它就像我们的宝贝啊。我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我们的猫还会发出吼喵，然后吓死我们两个都不敢讲话，这样就没有吵架。这要是我们的爱猫啊，而且它是我们俩夫妻第一只养的猫。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求神帮忙了，就来跟我们财神爷祈求。财神爷给我的回应是今天傍晚就会回来。那我就想想，拜财神爷不够，我再去多找几尊神尊，所以我就再去找妈祖婆。找我们乡镇的那个妈祖婆，然后呢，一样我到妈祖面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就是我的猫怎么没有回来？它怎么了？3天都没回来了。妈祖娘娘可能看我哭得很惨哦，她也一次告诉我，就是说，就跟财神爷说的一样，就是傍晚就会回来了啊，就是都有保到圣杯，说傍晚就会回来哦。后来呢，我就想说，再去找土地公，找立丢贝啊。结果呢，我一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样哭，我的猫怎么3天还没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土地公就只有他没给我圣杯，我就很生气。我说土地公你不够意思哦，人家财神爷妈祖婆都给我圣杯，说傍晚我们富贵会回来，为什么你跟我说他不会回来？大家都帮忙，就你不帮忙，我就这样跟他吵架，真的这样吵。然后后来呢，土地公被我这样子百般的过分要求之后，他也是给我一个圣杯，说傍晚就会回来了。好，因为刚开始我求他是所有的神尊不给我圣杯的那一个，财神爷给我圣杯，妈祖也给我圣杯，只有土地公不给我圣杯。后来我拜完之后，因为4点多了，我就从土地公那拜完，又开始这样一路哭回来。我先生就问我怎么了，我说就神明说傍晚就会回来。然后呢，我就开始在我们家旁边的另外一块就是杂草丛生的地这边走来走去，这边一直哭。我先生呢就看我这边发神经，他突然可能犹如神尊上身吧，也不晓得，他就往那块杂草丛生的地里走，就我们富贵就往生在那块地。后来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哭了，因为我知道他有结果就好，求了很多神，大家都说傍晚就找到他说5点多了，也真的是傍晚。再来，财神爷跟妈祖婆不是不灵验，是因为我一直哭硬要求，他们就给我个圣杯啊，但是他们也说对，傍晚就找到了。只有土地公最厉害，你看黑立丢杯啊，真的找东西好厉害，而且他最老实跟我讲，一开始不会拔落去就没杯，就跟我说不会回来啊，所以这是我对土地公的一个很敬佩的地方。还有就是后来我也都会把这讯息让大家知道，只要你要寻找食物，找土地公就对了。土地公就是立丢北，有什么事情找他，他只要愿意帮你，一定成。这是我所接触的神明们啊，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神迹。再来啊，跟各位分享我所认识的妈祖，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女性神尊都是严母，然后男性神尊都是慈父所以我这里要跟各位讲我所感受到的妈祖娘娘啊，我特别要提一下，因为她的原声是默娘嘛，就是林默娘是加进去的尊称，林默娘。林默是个孝女所以我发现在我们财神粉丝的咨询服务里头，财神爷都有特地提到，如果说关于你有了家庭，你进入了家庭，你不懂得要怎么去和谐圆满这个家庭的人事物的一切，去拜妈祖就对了。妈祖掌管人伦，她是孝女，所以关于她面对她的家庭，她是非常有她的智慧。所以这边也跟各位分享我所认识到的妈祖娘娘她也是很注重人伦义理的那特别是如果在家庭夫妻的和谐啊，或者说你想怎么样把孩子教育得更好啊，怎样让你公婆更好啊，关于人伦的一切，也包含手足兄弟姐妹的一切，你去拜妈祖妈祖会给你智慧，告诉你怎么走的，是很有爱的。想知道更多财神爷的理念想法，还有我们怎么做会更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财神爷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好，再来讲观音菩萨了。南无观世音菩萨菩萨就是我的偶像啦，我的身心灵的偶像。怎么说？他的相好庄严全身洁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向往他的一个样貌跟状态。那这里我所感受到观音菩萨真的他是满满的慈悲，满满的爱。
其实他让我感受到的他的慈悲的心，慈悲就是爱，其实要修慈悲不困难哦。怎么说？在爱的世界里头啊，是有层次的。在观音的眼中，他说爱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如何从感性的爱变成理性的爱。在爱中，多数人都是在感性，这也不行，我们要慢慢的拉回理性，拉回平衡。好，那再来呢，在爱中这个慈悲的修炼也关于一个叫小爱如何变大爱。如果你总是爱着自己，觉得自己好吃好玩就要猛吃，不顾着旁边人的感觉，那也不行。好，还有一个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学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也是慈悲。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呢？财神也是经由观音菩萨给的讯息，他做了一个诠释。他说无条件的爱通常都会摆在家人身上。你会发现我们多数家人的模式都是有理说不清，又花钱买气受。所以我们在面对家人，我们必须展现的是我们要臣服，我们要认了，不管怎样我们都还是要把它圆满。这是观音菩萨的慈悲里头的第3个部分的修行哦。在第4个部分呢，叫做大道无情似有情。这个状态就如同说也许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人在受苦受难，那我们就要马上立即介入去帮助吗？可能也许我们要稍后片刻哦。因为怎么说，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要有全方位的理解跟了解啦就像现在大家的自媒体，我们都会看到蛮多慈善团体去帮助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也许真的亲自去了解，发现这是一个诈骗。所以我在这边要讲就是说，大道有情似无情，有一个状态是我们人的一切都有因果，我们不能够去逆因果，或是进入他的因果去干涉人家的生命过程。就像也许你看到这个人很可怜，你想帮忙，但他可能是诈骗，但有可能这个人很需要帮忙，但是也许他需要成长，你应该放手。所以我这边要提到大道有情似无情，是我们的人的生命的一切都是一场因果，我们不需要很操着急心就去帮助每一个人的状态。关于大道有情似无情，或者是大道无情似有情，他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过度干涉别人的生命，不要鸡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路过的路，我们不要主动介入，我们呢在旁边听候等候协助与帮忙就好了。所以大道无情似有情，也就好像观音菩萨，他知道这个人间是五浊恶世，是混乱的，他还愿意来人间度众生，但是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小情小爱陷入纠葛，跟五浊恶世的众生们纠葛在一起。那大道无情似有情也可以说就是也许为了你好，我可能必须得展现是很凶狠的样子，帮助你更好，但是出发点是良善的啦。应该说大道无情似有情这个部分我也还在体验跟学习，所以我的描述就是仅由我个人所知道的跟各位分享。如果你有更好的感觉，也欢迎回应给我们哦。那师姐，我想请问我们这样谈论神明他们会知道吗？他们会不会生气其实你现在问我财神也很开心耶，他说不会呢，本来就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很厉害的地方。我们拜的神尊哇，有好多人我们有好多神尊都没有讲到，我也有很多神尊也没有体验到。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分享，其实神明神爱世人是绝对存在的我应该这么讲，我们都很认真在我们的工作里头，我们从这个工作的平台换取我们的金钱，过我们想要的生活。每个人我相信在他的事业里头都是很认真的，全力以赴的，也包含神明也是众神明们他们在他的灵界世界里头，他就是神爱世人，他在爱护着每个人。所以我们在形容他们很开心，同时他也要让我们知道要记得有这么多神明就好像我们去医院，你身体有疾病到医院去挂号他科科都分得很清楚很明白所以也建议你虽然说神明爱世人，当你有问题有苦去找他只要说好都愿意帮你，可是我们也尽量要挑对神尊。譬如说我今天要求财，我就拜财神爷，我总不能求财去找狐仙吧？当然也可以，他也会帮你有缘的话啦，但是就是记得分门别类。我今天如果譬如说我要求健康，拜太子爷，太子爷展现活力我要求财，我拜关公或是拜财神爷都很好。我要求感情，我找狐仙娘娘或是观音菩萨妈祖也很好。总之就是说，这边告诉你每一尊神尊他都有不一样的他的使命跟强项。我们就记得去医院看病也是要看对科，就是如此。好，所以神明很开心我们这么来描述他，然后呢他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他就是神爱世人，有一份绝对的神的恩宠是存在的多数我们发现人会离开神，但神不会离开人。好，所以如果现在你离开了神，他也不会跟你计较啦，他也是欢迎你回来投入他的怀抱。哇，
这样盘点下来很有趣哦，这都是我个人的经验哦。但是我个人所经验的神尊也有限啊。如果大家有你对神尊曾经有过的体验跟经验，都很欢迎你分享给我们各位哦，分享在底下的留言，让我们跟神明跟神尊产生连结，创造未来的美好。祝福各位哦。在你的大脑里头植入一个信念，我相信我会发财，我值得发财，我拥有财富。你把正能量放进来，再展现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你就会创造你的成功了。